大家好，我是石头。今天下了点毛毛雨，我们又来到大山里面了。湘西的大山到了这个季节就是这样子，只要一下雨，云雾缭绕的。实际上看一下还是挺不错的环境，对不对？在我的身后有一栋房子，这栋房子的下方是一座废弃的酒厂。以前这边曾经有人在这里烤酒，我们湘西这边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这样的生活习性呢，已经是延续了很多年了。这栋房子呢，要从背后的这条路走进去。现在我们就顺着这边走进去，给大家看一下。地上有根水管，我们知道啊，酿酒首先水源要好，可能这个人啊，就是从山里面把这个山泉水牵引回来，然后在这个位置酿酒。但是这边的路啊，是一点都不好走，房子还在镜头的前方呢。我也是无意之中路过这边的时候发现的这栋房子，因为之前在发了一些闲置房的时候，就有一些观众在视频里面留言，想让我给他们找一些山里面比较僻静的地方，用来酿酒，山泉水比较丰富的地方。那刚好啊，这处位置呢，我觉得还比较好，所以呢就停车下来看一看。这边啊，以前是肯定水源比较丰富的，这边有个很大的蓄水池，也是胶桶子，现在还流着水呢。山里面倒是不缺泉水，水质呢都还挺好，酿出来的酒也比较好喝。看这个水还是顺着这个桶子的这个口子流出来。这个桶子估计能够存下，哎呀，好几吨的水呢。然后是从山里面用管子把山泉水接回来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栋房子，3间吧，中间算是农村的一个堂屋，两边是有卧室，然后房子的进深将近有7米左右，房子的楼层高度有3米多，上面盖的是琉璃瓦，砖墙结构的，外墙没有粉刷。外面呢有个小院子，大概有20来个平方左右，这边长时间没住人，都已经长满了杂草。这栋房子的地势很高啊，在一个山窝里面，然后两边呢都是大山给包围着，然后今天是山里面起雾了，所以视野看不了那么远。地势高啊，看非常安静的，底下呢就是酒厂的位置，平时他在那边酿酒。这边目视一下，占地面积估计有10多亩呢，还挺宽。但是这边的交通不是挺便利哦。当然，进入这栋房子呢，有一段泥巴路，将近有20多米，上面是一条主路，都是硬化了，开车还是比较好走的。旁边这里是杉树林，还有板栗树。到冬天啊，这边会下雪的。这边的海拔将近是有600多米左右，非常可惜啊，这样的一栋房子闲置了。那我们能不能透过窗户来看一下？好像是不行哦，看不到。其实如果喜欢酿酒的一些朋友，在这样的一处地方，我觉得挺好的，安静嘛，又通车，对不对？而且基本上这样的场地都已经建得很好了，清理一下就可以用了。这边应该是一个仓储的地方，平时可能放一些酿酒的粮食啊之类的。上面盖的呢是彩钢瓦，
外面也是用砖砌的墙，然后里面是用钢管做的一个架子。这边呢是一个棚子，用木头搭建的，上面盖的是石棉瓦。平时这边可能是堆放一些柴火之类的。这边仓储的位置已经是上了锁，都是没办法进去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栋房子，它的背后呢是一面土墙，大概高有5-6米左右。房子的基础都做得挺好，这边呢排水也做得很好，不用担心有泥石流之类的，把这些杂草清理干净就可以了。房子因为盖的是琉璃瓦，不用担心会漏雨的。这边是通水通电，电是从山上牵下来的，因为上面是有一处寨子，这边距离寨子将近有1000多米呢，还是挺远的。所以如果是在这边一个人酿酒，要耐得住一个寂寞，到了晚上山里面是非常安静的，胆子小，不知道敢不敢在这边居住啊。这套房子距离镇上有5公里，距离县城将近有25公里。我们来看一下这栋房子大门做得很小，将近也就80公分宽，然后2米的高度，是一道木门，现在也是上了锁。这是一栋坐北朝南的房子。这边到底有多少年没人在这边住了？整个路上全部都是长满了杂草啊。酿酒的地方距离房子有10多米远。这边还有一块空地，清理出来还可以种点菜，在山里面还可以养点鸡鸭的。然后这边也是长满了杂草，哇，不太好走哦。这边有很多砖，以前应该是建这个酿酒厂剩下的一些水泥砖。然后这边是有些池子的，应该是发酵用的。看得出荒废的时间估计有点久了。这边电线也都拉过来了，这里还有桶水，可能偶尔主人家还是会过来的。其实夏天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可以就住在这边。看上面是搭建了一个木架子，然后呢上面铺床，就可以在这边睡了。当然条件是比较艰苦的。这边也是用钢管做的一个结构，上面盖的也都是采光瓦。然后这边还有很多木材。然后这就是酿酒的一个大灶了。哇，这颗锅很大，是用水泥砌起来的。然后在这个底部呢是一颗锅。哎，怎么感觉现在像是杀猪的啦？因为有很多猪毛大家看到没有？那就很奇怪了，到底是酿酒还是杀猪的地方非常的奇怪了。那怎么在山里面呢？这么偏僻？哎，这个位置那就不是发酵池了，应该是关猪的地方了。但是明明看起上面应该就是一个酿酒的场所接的有水那到底是什么人在这样的山里面去做一个杀猪的一个场地呢？
很奇怪。好了，我们要往回走了。这条路进来就是看土路吧，没有硬化的，所以我的车呢是不敢开进来，我怕陷在里面。那朋友们，你们觉得这处地方到底是用来杀猪的，还是用来酿酒的呢？酿酒的话，好像食物也没有看到，只看到上面有个储藏间，然后在这底下呢，也就是大锅的旁边啊，是有很多猪毛的，想不通啊！不知道视频前的朋友们，你们有知道的吗？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留言告诉我。好了，我是石头，这期的视频啊，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头。现在我和大强位于湖南省湘西州的保靖。刚才我们在国道开车的时候，遥远的就看到这山顶之上有一座宝塔，可能啊这座宝塔的建造时间有点历史了。现在我就准备从这条小道上山去看一看这座宝塔到底现在还住着人吗？到底啊这座宝塔建在这样的山顶之上，当年啊又是作何用的？好了，朋友们，跟着石头的镜头，我们现在上山一起去一探究竟。下了雨，这样的山路啊不太好走，我走的一身的都是汗，非常的累哦。这个台阶啊还算比较陡的，我停车在公路下面，从这里走上去啊，大概需要40分钟左右，全是这样的一个台阶路。现在天下着雨，我也不准备打伞，天气非常的炎热。现在我们所爬的这座山叫做钟灵山，距离保靖县城大约6公里左右。钟灵山不高，海拔大概380多米。钟灵山也不峻峭，山形、山势以及山上的树林皆是相貌平平。在整个湘西10万大山当中，它为什么有名有姓，被人们赏识和认知呢？其实啊，在山上有一个宝塔，这座宝塔据说建于清朝光绪年间，距今啊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今天啊，我们上山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去看这座宝塔，到底在清朝年间它所建的这座宝塔，它到底作何用的呢？我去过很多的地方，一般像这样的宝塔或者寺庙之类的建在山顶之上，景色都是非常美的。可以看一下，底下就是保靖的县城了，那边有条河，就是幽水河，底下就是国道了。我们已经走到了宝塔的底部，这个路啊应该是后面修建的。可以看一下，这座塔的底座是比较大的石块组成的。这里还有一个碑，我们可以看一下，写的是文物保护单位，应该是后面立的一块碑吧。塔的话有1、2、3、4、5、6、7，总共有7层。以前龙山那边有个龙，嘴巴在这边打到的，那就是说以前是讲专说是7宝金我运气然后这个树个塔呢，就是把这个就是好像一个灯子的，把龙嘴巴戳到就不让它去了。珍珠嘛，就像这个千里蜿蜒回地面，把地面就是回到这儿，骑人叔将生就把这边地面就锁到了。反正古代的宝塔它建造的都是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斩猴腰啊之类的东西啊。这是差不多就是这样的。906年清朝末年一个姓房的一个大人修的。906年。清朝末年，也有好几百年了。我人家那时候来问嘛，我咋来保靖县县治的？有记载的啊。整个宝塔的塔身的话，底部要宽一些，逐渐一层一层的缩小，可以看一下。平时这里还有一些祭拜的活动吗？有的。大概什么时间啊？2月19、6月19、9月19。哦，这样子是吧？每年还有好几次的祭拜时间。那这里我看光了，这里以前这里长得看不到。哇，这里的景色很好啊。这里看了1个星期把它砍光。哦，把竹子全部都砍掉了。这个位置的景色非常的好，可以看一下底下的幽水河形成了一个180度的一个大转弯。还记得
像什么？太极的，太极啊，太极德啊。哦，对对对，真的像一个太极啊。啊，那个阴阳嘛。哎，真的非常像一个太极的一个阴阳八卦的，看到吧，朋友们？等一下我们用无人机航拍一下，应该还会看得比较清楚了。在那边呢，就有一条高速，张发高速，从那里去往张家界。在那边呢，就是宝鸡的县城了。跟着镜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那个位置，就是宝鸡的县城了。这边如果是凭师傅一个人的能力，我现在一直在看那稻寿花园呢，刚刚回来，我半个月跑了2万多公里，几乎没咋睡觉，一直在稻寿花园。这样子是吧？充实我呢。看看有没有就是说也是有信仰的人一起努力的。对对对，我发出去，到时候我做一个说明嘛，我看有没有，好吧？可以，谢谢。没事。这边来的人就是说应该不是那么多。玩的人多，玩的人多也多，佛教的人来的人也多，初一15，然后就是2月19啊、9月19啊、6月19啊，那些佛教日子来的人多，平时的话不是很多。平时不是很多啊。其实啊，关于这座宝塔还有一个传说，就在不远处的山顶之上，那里啊有一座龙头山。这一座宝塔建在这个位置，就是为了镇住那座山顶之上的龙头山，以保佑啊宝鸡县城这边的老百姓。其实啊，不管传说是真是假，既然有传说，肯定有根据。朋友们，你们觉得呢？刚才啊，经过了这边师傅的同意，我也去到了塔的顶部。总共塔有7层，大约有25米的一个高度。在最顶部的那一层供奉的是文曲星，在塔的下方有一个大雄宝殿。目前啊，在大雄宝殿里面住着一个僧人，据说是少林寺过来的。刚才啊，我和师傅的交谈当中，他告诉我，他也是前几个月化缘来到这里，并且住了下来。他准备在这里常住，因为现在整个大雄宝殿的顶部啊已经坍塌漏雨下来了。他准备通过他的努力化缘，把这个大雄宝殿给修缮。朋友们，如果你们看到这个视频啊，我觉得如果你们也想来看一看，或者想对这里有所帮助的话，你们也可以来到这边。这边呢，位于湖南省湘西州的宝鸡。刚才啊，我特地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居然发现这座宝塔是整个宝鸡境内唯一的一座古代宝塔。这里啊，目前也被收录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好了，朋友们，这一期的视频就为你们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石头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紫霞湖边拍视频。我身后有一栋闲置房，差不多有5、6年左右没有住人了，独门独院的房子。去年啊，我来过这边拍视频，还带了北京的大哥来这边也看了一下这栋房子。紫霞湖的水位最高是485，最高的水位是否能淹没这栋房子呢？今天我就想去看一看。我心里还有个想法，这2天呢，我一直都和这户主人家在聊，我想把这栋房子给买下来，大概的价格现在6万8左右吧，不知道这栋房子到底值不值这么多，大家一起给我做一个参考吧。底下呢就是紫霞湖了，差不多也到了485的水位，房子就在镜头的前方。这是一栋3开间的砖房。去年我来的时候啊，这艘船停在这边，现在依然是停在这边，但是去年这边的铁丝网没有围起来的，现在这块位置啊，全部已经围上了铁丝网，应该也是485的最高水位到了铁丝网的边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呢看得出，这栋房子水位再高都淹没不了。
通过这边的铁门啊，我们可以从这边走入房子去看一下。这边依然是有一条小溪的。去年我们来的时候，这边基本上没什么水吧，现在小溪里的水还挺大的。这里有一处泉眼，这处泉眼是低于房子的。如果要用这边的泉水，从这里加个水泵，用电抽肥机就可以了。这栋房子是通水通电的，还网络的话估计要重新接线吧。这艘船估计停靠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上面的篷布呢已经全部烂掉了，紫霞湖的水位已经全部涨起来了。就到了房子的面前，独门独院的房子，房子是不通公路，只能步行走进去。去年和北京大哥来看过的时候，和主人家聊天，他说要差不多8万多块钱，所以当时没有买成。现在我的出价差不多是6万8左右吧。那这个价格呢，基本上还比较接近我的一个想法吧。当然还是需要过来仔细的看一下。价格虽然没有多贵啊，但是还是要慎重。这边啊是有一条路可以走得过去的，但是修起来的话，距离主路有200-300米呢，也很难修。他们家就是因为交通太不便利了，所以重新建了房子在马路那边。院子里面都长满了杂草啊，房屋破损的比之前还严重一些了。这里种的有点菜，这个是洋河吧，我们这边，它结出来的那些籽呢是可以吃的。那边种的有些辣椒。这是一栋砖房啊，基本上是没有装修，这些外墙也没有粉刷。门口的位置种了一棵桂花树，还有这样的房杨。那边呢有棵枇杷树。房子现在是可以进去的，很简陋的房子。我们先来看一下外面，大家还记得吧？它这栋房子啊，基本上是院坝很窄，但是外面的地呢都是他们家的，紧靠着这边的院坝边上是有座土坎，高2米左右。再过去的话就是以前他们家的土地。现在紫霞湖用栏杆拦截的位置就在那个角落，相当于如果我们要在这边住的话，可以后期打点水泥墩子，把整个院坝加宽一点，这样子呢更靠近紫霞湖边。长满了草啊，现在是看不太清楚啊。看这边湖面的水呢还是碧绿的，底下也可以清出来，种点花花草草，养点鸡鸭也是挺不错的。这边距离邻居家将近有300米左右，距离附近的乡镇集市有2.5公里，距离花园城里面将近有13公里。这栋房子啊和之前我们看过差不多，破损的是比较严重的。这面墙呢都感觉要倒塌一样的。这些砖啊，它的房屋地基是有点不太稳的。你看这面墙啊破损的非常的严重。当然这样的砖墙呢给它维修一下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房屋的结构基本上还行，上面的瓦片开始漏雨了，盖的也是本地的青瓦。房子的进深将近有8米左右，开间将近有4米。这颗李子啊结的有果子，大家看到了吧？现在还没成熟呢，过一段时间估计
才能够吃啊。这旁边的地也都是他们家的，还挺宽。这边以前是一个蓄水池啊。如果要修这栋房子的话，我大概估算了一下，把整个院子打出去，还有旁边给利用起来，再修一条简易的路进入这栋房子，估计要花费个10来万左右吧，应该差不多了。院子因为没有做硬化，所以只要没有住人，都长满了杂草。楼层高度将近有4米左右，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卧室。好在这个卧室的窗户留的比较大，所以里面的采光应该不会太差。屋檐的排水沟啊也没有做好，工程量还是挺大的。这个桶子是装粮食的嘛，木桶子，很大。那现在我们走进房子去看一下。我感觉比去年我来的时候房子还破旧了一些。里面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只有3间，中间是没有隔断墙的，那个位置已经是漏水了。上面呢没有楼板，铺了一层应该是塑料口袋吧，塑料袋子。这里过来呢就是堂屋了。整个堂屋啊大概宽有50来个平方左右，在背后呢是有个房间，这边还有个房间，这边还晾晒的有衣服，上面也没有楼板的，堆放了一些柴火。很奇怪，以前他们家的厨房灶台怎么是砌在堂屋里面？整个堂屋啊是一个斜面的屋顶，看起来还比较通透。实际上这样的房子如果给它装修出来，应该还是可以的。那基本上大概的情况就是如此了。6万8的价格，大家觉得如何呢？确实挺纠结的，这几天我一直都和我家里人商量。房子真的是不怎么样，主要还是喜欢他们家房子旁边的这些环境，而且地挺宽，看这边还有这么宽的一块地。其实整栋房子的视野非常好，只是门前有这些灌木丛啊，还有这些枇杷树挡住了视线而已。如果全部砍掉的话，这边啊一眼可以看到紫霞湖的湖面，景色还是非常不错的。这边的领子还有瓦条全部都坏了，上面的瓦片也掉下来了。再来看一下这栋房屋的背后，有一座土坎，高大概3.5米左右，把排水沟做好就行了，基本上不用担心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因为这边都是土啊，而且背后的山呢都不高。目视一下，这条路应该是走不通，现在进出的话只有镜头前方的这条路了。去年我们过来看的时候感觉还好走些，今年杂草更深了。看了这栋房子旁边的环境，感觉还是挺不错的，让我有点动心了。确实啊，我来到这边已经不下于4、5次了，一直想着
在紫霞湖边买一栋房子，以后呢，在湖边钓鱼，挺方便的。这个价格6.8万，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吧。不知道朋友们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欢迎大家在视频里面留言，让我也知道你的想法。那这期的视频呢，就暂时为大家拍到这里吧。我是石头，我再考虑考虑，过几天再决定吧。那暂时就这样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